各位，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国事访问。在返回法国的飞机上，他接受了美国外交事务 Politico 的采访，发表了关于梳理美国、欧洲应成为第三极的言论。这在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德国的政界及媒体都炮轰马克龙，让人叹为观止。我们来看看德国媒体是如何报道的。德国《明镜周刊》的标题为“完全失去理智”。德国政治人物猛烈抨击马克龙的中国言论。在台湾问题上，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追随者，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北京后说的。柏林的政界人士感到震惊。德国《时代报》的标题为“法国总统马克龙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追随者”。法国总统在北京的讲话遭到强烈的批评，美国的反应冷静。德国焦点新闻以马克龙遭到批评，欧洲的外交政策是个灾难为题，猛烈批评马克龙对中国过于绥靖。德国图片报的标题为法国总统惊悚的句子让人吃惊，马克龙在中国面前的危险屈膝礼。从媒体及德国政客的反应来看，完全无法接受马克龙对中国卑躬屈膝的行为。接下来我们看看评论数最多的德国《明镜周刊》对此事的报道以及读者评论。之后我们看另一家中间偏左的媒体德国《时代报》的报道及读者评论。完全失去理智，德国政治人物猛烈抨击马克龙的中国言论。在台湾问题上，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追随者，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北京后说的。德国的政界人士感到震惊。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在面对美国和中国时发挥更独立的作用，遭到一些德国政治人物的尖锐批评。基民盟外交政策专家罗特根对德国《图片报》说，马克龙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当美国而不是法国或德国在大力支持乌克兰，从而保卫欧洲时，马克龙却在呼吁疏离美国。当中国目前正在演习攻占台湾时，马克龙却要求拉近与中国的关系。罗特根说，在法国《回声报》周日发表的一篇采访中，法国总统要求欧洲在台湾问题上不应该成为美国的追随者。最糟糕的事情是，认为我们欧洲人必须成为追随者，适应美国的节奏以及中国的过度反应。这位法国国家元首说，欧洲必须觉醒。他在从中国回来的飞机上对美国杂志 Politico 外交事务发表了类似言论。法国总统马克龙原话：委屈我们自己来适应他人，在世界上所有地区的议程不能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马克龙坚持在台湾冲突中采取欧洲的步伐。马克龙说，委屈我们自己来适应他人，在世界上所有地区的议程不能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欧洲有可能成为别人附庸的风险。如果我们花几年时间，可以把我们建设成为世界的第三极。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他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批评者警告这会分裂欧洲。左翼议会党团领导人迪特马·巴尔奇在《每日经报》上称，马克龙希望欧洲战略独立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前提是他与成为世界和平强国的目标保持一致。罗特根则对法国总统的言论进行了评论。马克龙用这种天真和危险的言辞，正在削弱和分裂欧洲。台湾问题代表着中国的全球权力诉求，按照中国的想法，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不符合欧洲的利益。社民党外交政策专家梅廷·哈克维尔迪告诉周二发行的《每日经报》，西方在与北京打交道时，允许自己陷入分裂，这是一个严重错误，这削弱了我们西方的价值共同体。对于中国，欧美西方必须始终努力共同行动，而不是分裂。基民盟的欧洲政治人物 Christophe Plus 也拒绝了马克龙的提议。Plus 告诉《每日经报》，如果马克龙现在的目标是为欧洲开辟一条独立的道路，而不是与美国紧密团结，那将是致命的。美国是德国在欧洲之外最重要的伙伴。欧洲人民党主席曼弗雷德·韦伯说，中国领导人不会尊重这样的欧洲人。欧洲人民党领导人曼弗雷德·韦伯也批评说，任何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的人都不是他人的追随者。
他对巴伐利亚媒体集团的报纸说，如果一方面他们要求欧洲的主权，然后与中国达成任何经济交易，欧洲国家将失去信誉。中国领导人不会以这种方式尊重欧洲人，这位欧洲人民党领导人强调。好，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网络民调，目前参与投票的有7万多人。我们也来看看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会继续升级。结果高达 84% 的网友认为中美紧张关系会继续升级，只有区区 7% 的网友认为不会。我们继续往下看《明镜周刊》的报道。在访问中国期间，马克龙还推动了法中关系的回暖。在国事访问期间，签署了许多经济合同，例如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有望将其在中国的产量提高1倍。法国电力公司正参与江苏的一个海上风电项目，阿尔斯通、欧莱雅和其他法国公司也签订了合同。北京的共产党领导层将独立治理的台湾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征服它。中国正试图在国际上孤立台湾，并坚决拒绝其他国家与台湾的官方接触。围绕台湾的冲突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核心问题。自1979年以来，华盛顿一直致力于提高该岛的防御能力，直到现在主要是给其提供武器。观察家们担心有可能引发这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台湾总统蔡英文访美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周一连续3天在台湾附近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现在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一共有4000多条，说明关注度非常高。我们也选择关注度最高的开始翻译。这条获得关注度最高的评论非常长，也翻译出来。他是这么说的：马克龙自诩为中国理解者，从而继续火上浇油。他支持那些指责美国通过与台湾总统的政治谈判故意加剧与中国危机的人。他的结论是，战争贩子就在华盛顿。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会在其家门口举行军演，而不像美国在南海的行动。最后呢，根据国际法，台湾也本属于中国。对此说以下几点：第一，这不是一次国事访问，而是政治会谈。会谈也不是由美国政府主持的，从礼节上讲，两者有相当大的区别。第二，为什么不与台湾这一国家的女性代表进行政治会谈？第三，中国正在通过大规模的军备和在国际法下不属于中国的地区建设军事设施来从事好战主义，而西方国家的那些人，包括马克龙，却在舔中国，这是在鼓励独裁者越来越放肆。第四，中国不是在自己家门口军演，而是在台湾的花园里。中国与台湾的花园毫无关系，同样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等的花园也毫无关系。在那里，中国也在肆意妄为。在那里，美国作为守门人受到欢迎，以防止不受欢迎的入侵者进入花园。第五，这并不因台湾在国际法下的地位有争议而改变。台湾可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必须违背其人民的意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具体国家的一部分。第六，作为欧盟，我们应该在我们可能的范围内支持美国，也像一个即将到来的超级大国，时时看看其扩张可能性的极限在哪里，而不是像我们对普京那样犯同样的错误。如果不这样做，独裁者会认为我们软弱和优柔寡断。下一位，台湾控制着全球 92% 的芯片产业，如果自由的台湾没了，欧洲经济将崩溃。马克龙在中国展示他内政的成功，以便挽救他的政治生命，同时在背后捅了整个西方国家一刀。下一位，马克龙说得很对，德国的行为就像美国的第51个州。下一位，停止你的胡言乱语。下一位，德国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位，在军事上他是花园里的一个小矮人，在经济上他正在衰退，而在科学研究和专利方面他只是处于中等水平。德国唯一擅长的是解决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德国和欧洲将毫无还手之力，充其量是一只纸老虎。下一位，更像是一块美国的海外领地。下一位，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马克龙说欧洲必须争取和实现战略自主是正确的。
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要么处在中美两国之间被压垮，要么被撕裂。欧洲当然有经济和科学潜力。下一位，究竟要喝多少法国苹果酒才能像马克龙一样胡说八道？在中国赚点钱，就是法兰西共和国所追求的吗？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下一位，马克龙似乎很容易受别人影响，每次访问或电话后，他说的都不同。下一位，我们欧洲人什么时候才明白，中国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在欧盟和美国之间打下一个楔子。中国的目的是为专制政府制定政策，破坏民主的基本价值。下一位，俄罗斯有过以及还有同样的目的。下一位，马克龙的完全是危险的胡说八道，没有美国的欧洲，那自求多福吧。下一位，没有美国的欧洲，就不会有乌克兰战争，有低得多的能源价格，有充满希望的世界。好了，朋友们，民进周刊的读者评论就翻译到这里。大概估计，这家媒体的读者多数比较反感马克龙的说法以及做法，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多数读者评论是乐于受美国控制的，他们称之为受美国保护。德国有这样认知的政客及人民，到底是祸是福呢？时间会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对马克龙发表欧洲自主、梳理美国的报道以及读者评论。法国总统马克龙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追随者。法国总统在北京的讲话遭到强烈的批评，美国的反应冷静。配读说明：2023年4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中国广州。法国总统马克龙呼吁欧洲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相对于美国发挥更独立的作用，这遭到了德国政治人物的大量批评。基民盟外交政策专家诺伯特·罗特根告诉《图片报》，马克龙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是美国而不是法国或德国在为乌克兰提供重要支持，从而保卫欧洲，但马克龙却呼吁与美国决裂。当中国目前正在军演对台湾的攻击时，马克龙要求与中国拉近关系。罗特根继续说，美国方面的态度比较淡定，来自白宫的反应是，他对美法关系仍有信心。美国白宫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与法国有着极好的双边关系，乔·拜登总统与马克龙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两人在各种问题上密切合作，包括亚洲问题。接下来该报道的内容与前面我们已经看过的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几乎雷同，现在我就不翻译了。那么我们直接看读者评论，这是德国中间偏左的媒体，读者一般不像刚才我们看到德国《明镜周刊》的读者那么崇拜美国，憎恨中国。不知道今天的话题是不是一样？我们可以看到有超过900条评论，算很多的了。我们按时间先后来节选翻译。马克龙说的完全对，我们不是美国的臣民。如果像特朗普这样的人赢得美国下次选举，这些政治人物的看法肯定会又与今天的不同。好，朋友们，大家注意看啊，点赞以及被踩的数目，可以看到绝大部分人都赞成他的说法。下一位，一想到一个拥有自己的价值观、独立自主的欧洲，就会引发极大的愤慨，而且在柏林这些政客吹鼻子瞪眼，这非常让人深思。说真话的人需要一匹快马，中国的古老智慧。下一位，马克龙只是说出了很多人的想法，我们不应该无缘无故的与中国为敌，其他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危险的。下一位，马克龙在转动世界政治的大轮子，因为在法国由于社会和养老金而产生冲突，让马克龙举步艰难。现在在玩坏了法国国内的政治牌之后，他也在打欧洲的政治牌。从理论上讲，他没有错，但欧洲和欧盟除了更多的官僚主义之外，能达成共识的东西很少，共同的军事战略、气候政策等等。因此，他应该面对现实。最后，他是在依靠复兴的高卢主义在国内得分，但他有可能在其任期结束时成为行尸走肉。下一位，这位读者是对这句话发表他的看法。马克龙呼吁梳理美国，而中国目前正在军演对台湾的攻击时，马克龙在呼吁拉近与中国的关系。罗特根继续说，
然后他的评论是这样的：马克龙没有提出任何此类要求，这绝对是罗特根的愚蠢的喋喋不休。不过嘛，大西洋桥的副主席还能说什么呢？欧洲或欧盟应该做一个强大的地缘政治行为体，不依赖任何一方，这是绝对正确的。而这就是马克龙所要求的一个更加独立的角色。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要求显然掀起了如此高的波澜，甚至被一些甜美人士视为丑闻。下一位，在这方面我完全支持马克龙的呼吁和想法。好，接下来这一段呢是谈德国各政党的，以及不会投票给哪个政客等等，在这里呢就不翻译了。我们看下位读者评论：马克龙所说的完全正确，欧洲和美国的利益长期以来一直不一致，现在终于到了开始谋求欧盟自身利益的时候了。但一个跨大西洋的传声筒会持不同的看法，也就不令人意外了。下一位，这位读者对这句话发表他的看法：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欧洲不应该成为美国的附庸。他说，一个主权国家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附庸，但在一个具有帝国利益的专制国家的政府所在地建立伙伴关系，然后发表这种看法，显示出战术和战略上的愚蠢和缺乏策略。下一位，为什么我们总是要谈论中国试图分裂我们？只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在按照上面的指示朝同一个方向前进。欧洲可以成为自己独立的一级力量，并且仍然站在美国或台湾一边。如果中国注意到我们不是顺着美国，而是有意识地把自己定位在反对中国的位置上，这甚至会加重我们的分量。下一位，尽管对中国政策的批评在所有可能的领域都是合理的，但恰恰是这种对欧洲作为第三级的一概拒绝，被中国的政治人物解读为软弱。欧洲正在不断地使自己从属于美国。当奥巴马还是美国总统的时候，默克尔和其他欧洲政治人物经常被中国政治人物和媒体诽谤为奥巴马的走狗。因此，如果为了显得强大和受到重视，马克龙是很正确的。有一种感觉，许多德国政治人物对欧洲在中国公众中的形象没有什么概念。下一位，罗特根这个老不死的跨大西洋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马克龙是完全正确的。像罗特根这样的人瞠目结舌，虽然可以理解，但其实并不重要。法兰西万岁！下一位，任何真的认为我们与美国有共同价值观的人，肯定从来没有在那里待过超过2周时间。下一位，马克龙把欧洲出卖给了中国，收割了独裁者的芳心。马克龙不代表欧洲是件好事，甚至不代表他自己的国家。看看法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吧，大摇大摆地撤回对民主台湾的支持，而这是一个独裁政权，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真的是太愚蠢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问自己，他是不是疯了？下一位，能说什么呢？对欧洲来说，美国没什么比中国更好。美国正在极力阻止欧洲团结起来，成为一个权力集团。对美国来说，一个统一的欧洲比一个结构性反基督的中国更困难。班农被派到欧洲，促进各国民族主义者的发展，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欧洲小国的民族主义者都在极力反对自己国家的利益，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都对欧洲如此多的愚蠢行为感到高兴，因此马克龙是对的。好了，朋友们，德国时代报的读者评论就到这里吧。大家一定发现了，这家媒体的读者绝大部分都是挺马克龙的。在这件事上，这些读者没有前面那家明镜周刊的读者那么意识形态，或者说没有那么甜美反中。这种现象在所有多党制国家及地区都有，就是媒体也有各种党派倾向，因为这些媒体后面的金主本身就有党派倾向，或者是某党派的党员。这个现象在台湾也可以很好观察到，比如自由时报，或者说所谓的三明治媒体，就是绿营的独派媒体，台独人士都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那些人的世界观就与中天的人不一样。多党制其实就是一个让社会不断撕裂分化的一种制度，整个社会不能形成共识，也就不能拧成一股绳，社会没有向心力。好的，其他就留给大家去思考。从今天德国各类政客一股脑儿的炮轰马克龙就可以看出，德国完全没有任何独立自主的意识，甘愿当某大国的傀儡。然后这个国家还有相当大的比例的国民也如此，
是不是很悲哀？各位，你越深入了解及德国人，是不是越失望？是不是以前太高看他们了？